着漫漫长征的英雄足迹，披着巍巍太行的烽火硝烟，穿过战争与和平的峥嵘岁月，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光荣使命，受阅部队昂首阔步地走来。护卫着81军旗，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是闻名遐迩的陆海空3军仪仗队。这支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特殊部队，代表国家执行了3000余次仪仗司礼任务。他们先后在香港、澳门升起了庄严的5星红旗，见证了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的辉煌时刻。今天，他们高擎军旗，向世界展示着共和国的形象和人民军队的风采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震撼人心的阅兵仪式，铿锵有力的步伐踏出浩荡军威，整齐划一的方阵彰显大国风范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证明这是全世界最好看、最整齐、最震撼的阅兵仪式，以至于很多外国网友看到中国的阅兵后都感觉很不真实，怀疑是电脑合成的特效，甚至隔壁3个媒体曾公开表示中国阅兵是合成的，他们不相信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能做出如此的整齐划一的动作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眼中所谓的电脑特效背后是无数的人民子弟兵用血汗换来的。就拿我们方队来说吧，这几个月里头，每个人走了9993公里，具体的说，就是从祖国的最北头到最南头，正步走了个来回。每个同志磨穿了4双皮鞋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流血流汗，那是家常便饭。父母去世了不回家的，推迟婚期的，和女朋友催了的，放弃学习机会的，哪个小队都有。我听说全军的受阅部队光是鞋钉就用了6吨，6吨呐，这不是长征吗？万里长征人未还呐。可我们的天安门前走多久？96步，不到1分钟。1万公里和1分钟，就这么个比例关系，还用得着说大道理吗？就中国人们说，好男不当兵。请问，不是好男儿能吃得了这样的苦？所以我要说，好男儿才当兵，才当得起兵，才配当兵。同志们，你们会得到报偿的，在哪儿？就在天安门前头。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我相信那一天你们大家都会掉泪的。正所谓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这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，我们常人根本无法体会。也正是他们的艰苦付出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那么接下来，就让我们屏息凝神，一起领会中国军人无与伦比的风采，一起为人民子弟兵加油点赞。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组成的陆军学员方队，代表全军陆军院校学员亮相阅兵场。人才是治军之本，强军之基。我军已经形成了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衔接，军事教育与依托国民教育并举，国内培养与国外培训结合的新型教育格局。步兵一直是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中坚力量，由某集团军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红一师组成的步兵方队，代表着人民解放军中的100万陆军。陆军已发展成为步兵、装甲兵、炮兵、防空兵、电子对抗兵、航空兵等组成的现代化陆军。宛若蓝色的海洋，恰似洁白的波浪。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水兵方队是最年轻的受阅方队，他们满怀豪情，向共和国60华诞献上青春的祝福。飞行学员
员方队由空军航空大学编成，从这里走出了数百名空军战斗英雄和杨利伟、费俊龙、聂凯盛等英雄航天员。这是首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的陆军特种兵方队。这支年轻的部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，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。它是应付局部战争、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的拳头和尖刀力量。分别由总后勤部、北京军区、海军、空军和2炮部队女兵组成的3军女兵方队，踏着雄壮的军乐走来。近年来，我军涌现出歼击机女飞行员、女师长、女特警等一大批优秀的女军人，为中国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做出了贡献。加油！狂飙为我从天落，神兵天降壮军威。由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，手持03式自动步枪威武走来，被誉为霹雳天兵。由2炮工程学院学员、2炮指挥学院和士官学校学员共同组建的第2炮兵学员方队，已成为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闪亮名片。这是第2炮兵人才方阵首次踏上神舟第1阶。武警北京总队组成的武警方队威武雄壮，阔步走来。这是一支凝聚着武警部队官兵精神、力量、智慧的代表队。无论是在东海之滨、南国红土，还是西域高原、北疆临海，无论是在沙漠戈壁、深山老林，还是空港码头、侨韩隧道，在共和国大地上，到处都有武警官兵的身影。由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，是这次阅兵方队一道绚丽的风景。民兵是国家的军事后备力量，参加受阅的女民兵中有国家公务员、企业职工、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，他们以80后、90后的蓬勃朝气，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。此时此刻，相信每一位中国人看到如此震撼的场景，都会热泪盈眶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其实我们国家的每次阅兵，不仅是给全国人民一份安心，更给那些对我们不怀好意的国家敲响了警钟。今天的中国不再是100年前的中国，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有能力也有信心消灭一切来犯之敌。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